你有没有发现，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，是穷过之后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，却发现自己已经不会笑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50岁以后，房子越住越大，心却越住越空，存款数字一直在变多，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反倒越来越不敢关灯。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，饭桌上谈笑风生，手机里几百个联系人，可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，翻遍通讯录，却一个名字都点不下去。人过50，最难的已经不是赚钱了，最难的是，你终于有了喘口气的资格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喘这口气。你拼命保住工作，拼命看护存款，拼命维持体面，可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些都保不住，什么都保不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攥紧拳头的人，越是什么都抓不住。你越是告诉自己要稳，心里越慌。你告诉自己，等我把钱攒够了，我就安心了，可那个够字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你像一头追逐胡萝卜的驴子，胡萝卜永远挂在眼前，你永远差一步，你也永远停不下来。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50岁以后的真实写照。你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对抗恐惧了，可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：我怕的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个人，这个人不靠运气，不靠出身，不靠爹妈，他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全世界都承认的经营之神。这个人叫稻盛和夫，他27岁白手起家，创办了京瓷，后来这间公司成了世界500强。他52岁那年，又做了一件疯狂的事，创办了第二电电，也就是后来的 KDDI， 同样是世界500强。一个人一生创办2家世界500强，这已经是神话了。可这个人78岁那年，日本航空公司濒临破产，首相亲自登门求他出山，他去了，没要1分钱工资，1年多的时间就把日航从巨亏1000多亿，活生生扭亏为盈，重新上市。你算算这笔账，他这一辈子经手的钱何止1000亿。他这样的人够有钱了吧？他这样的人应该什么都不缺了吧？可就是这样一个站在财富金字塔尖上的人，晚年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明白的选择，他出家了。他把大部分个人财富都捐了出去。他每天穿着粗布衣服，拖着钵，挨家挨户去化缘。他一个创造了1000亿市值的人，站在街头向路人讨一口饭吃。你不觉得离谱吗？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已经站在财富顶端的人，为什么要自讨苦吃？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老人，为什么愿意弯下腰，把自己放到最低？所有的反常背后一定有原因，而这个原因就是他拼了一辈子，最后才拼明白的东西。他在《活法》这本书里反反复复念叨一句话，他说，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，再乘以能力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，觉得这不过是又一碗鸡汤罢了。可你仔细品，这个公式里藏着一个人到晚年才真正参透的真相。他还有一个更直白的说法，他说，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心性，磨练灵魂。他说他到走的那一天，只想确认一件事，我的灵魂比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是不是更纯净了一点点？你看，这个人没有说我走的时候要留下多少钱，他没有说我要给子孙留几套房子，他说的全是心，全是灵魂。今天我想跟你聊的，就是他临终前真正想通的这件事。人过50，真正能拼的从来不是存款，而是2张底牌。第一张叫思维方式，第二张叫利他之心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会用2个特别有反差感的故事，把这2张底牌一层一层给你拨开。你要是能听懂，你后半生的活法会彻底变一个样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多说一句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可能戳到你心里的某个角落，请给我点个赞，
顺手订阅一下这个频道。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解剖那些你不敢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人性课题。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把内容做下去的动力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先说第一张底牌，思维方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普通人和牛人之间差的从来不是努力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同事，能力不差，学历不差，人也勤勤恳恳，可10几年下来，他就是原地打转。你问他累不累，他说累。你问他为什么不换个活法，他愣住了，他说我已经习惯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他到底是输在没有能力，还是输在没有方向？稻盛和夫那个公式，绝就绝在乘法这2个字上。能力和热情最高也就是100分，可思维方式是从-100到正100。一个人能力90分，热情90分，可他的思维方式如果是负的，那乘出来就是-8100分。他越努力越聪明，他把自己的人生搞砸的速度就越快，这才是选择比努力重要这句话的底层逻辑。可你去看我们普通人，我们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我们想的是，我要更拼，我要多赚点，我要让孩子读更好的学校，我要换更大的房子。我们从来不检查那个最底层的方向盘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对不对？我们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驴，一圈一圈的拉磨，累到虚脱，还以为自己走了很远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明朝有个天才叫王阳明，他11岁那年就语出惊人。他说，天下第一等事不是中状元，是读书做圣贤。你听听，这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他聪明，有才华，家世也好，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，进了官场。按理说，他只要老老实实熬资历，一生锦衣玉食，不在话下。可他偏不，他因为得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，被扒了衣服，摁在朝堂上，打了整整40廷杖。那40棍下去，人已经半死了。打完不算完，还要把他贬到贵州龙场。那地方在当时的明朝就是一个人间地狱，瘴气弥漫，毒蛇遍地，连个住人的房子都没有。随从一个个病倒了，他自己也只剩半条命。你设身处地想一下，一个前途无量的京官，忽然之间什么都没了，换成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恨吧？你会怨吧？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塌了吧？可王阳明在那个绝境里，干了一件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。他给自己做了一口石头棺材，每天就躺在里面。他对着那口石棺说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，既然是死人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有什么好争的？你看，他是把那个救我活活掐死了。当他放弃了一切的求，当他把那些我要出人头地，我要官复原职，我要洗刷冤屈的念头通通倒掉以后，他忽然看见光了，他悟了。他说，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。他说，万事万物其实都在我心里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他管这个叫心即理。那一年，他被后人称作龙场悟道。你听懂这个故事了吗？王阳明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刻，恰恰是他最通透的时刻。他没有靠任何外界的认可救自己，他只是换了一个思维方式，一念之差，他从地狱里爬了出来，还顺手点亮了一盏灯。同样的道理，放在50岁这个节点上，你品一下。你怕老，是因为你把年轻当成了唯一的价值；你怕没钱，是因为你把存款当成了唯一的安全感；你怕被冷落，是因为你把别人的眼光当成了自己的坐标。你所有的恐慌，其实都来源于你的思维方式。你以为你缺的是钱，是地位，是健康的身体，可稻盛和夫偏偏告诉你，你最缺的是一个正数的思维方式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思维方式正确的人，他会怎么看待老去？他会觉得，老去是我的身体在给我放假，我终于可以不再为了证明什么而活了。
一个思维方式正确的人，他会怎么看待存款？他会觉得钱是工具，不是主人，钱是让我和家人过得安稳的，不是拿来跟人攀比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50岁，有的人活得愁云惨淡，有的人活得云淡风轻，他们的存款可能差不多，他们的身体可能差不多，差的就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，却主导命运的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懂这个道理，我总觉得幸福是攒出来的，是等出来的，等我有了多少多少钱，我就能幸福了。可后来我发现，我身边那些真正松弛的人，从来不是因为钱多。那些皱着眉头的人，你给他再多的钱，他眉头照样皱得紧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没有变。他住30平的出租屋时焦虑，住300平的大平层时依然焦虑。他骑电瓶车时跟人比，他开奔驰的时候还是跟人比。他这一辈子都在跟人比，可他比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自己。稻盛和夫在经营京瓷的时候，有一年公司业绩特别差，董事会吵成一团，人人都在忙着裁员、降薪、找退路，只有稻盛和夫不慌。他跑到寺庙里，坐在蒲团上问自己，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多赚钱，还是为了让员工过上更好的生活？他反复问，直到确认自己没有私心。然后他回到公司，跟全体员工说，大家不要慌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我保证不让一个人失业。结果那一年，公司不但活过来了，还比往年做得更好。这个故事我读到的时候很震动。我震动的是，别人遇到危机都是拼命向外抓，抓钱、抓资源、抓关系。他遇到危机是先向内看，先检查自己那颗心是不是干净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思维方式，它决定了你在命运里是坐船的人还是被水冲走的人。那这一张底牌具体怎么打出来呢？稻盛和夫给了我们一个很笨的办法。他说，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作为人，何谓正确？你觉得对的事，你就去做，你觉得不对的事，你就不做，就这么简单。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按对不对活的，他们是按划不划算活的。一件事，明知道伤害家人，可是划算，他做了；明知道违背良心，可是有好处，他做了。1次2次不要紧，3年5年下来，你就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已经变成了一个负数，他赚到的每一分钱，最后都得花出去买那颗心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50岁以后，你手里真正的第一张牌，不是你的存款，是你心里那杆秤是不是正的。你问心无愧，你就睡得着，你睡得着，你身体就好，你身体好，你活得就长，你活得长，你就笑到最后。这个链条比任何理财规划都要靠谱。好了，第一张底牌我讲完了，可我要告诉你，这件事比第一件更隐蔽，也更折磨人。你光有正数的思维方式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思维方式对了，你顶多是把方向盘摆正了，可你的车还是停在原地，你没有油，你发动不起来。那让车跑起来的那股油，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张底牌，利他之心，以及由利他之心点燃的那股永不枯竭的热情。你别说你不需要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，他什么都看得透，看什么都很明白，可他就是没有生命力。他看破了，他也活成了看破红尘的活死人。他50岁以后，每天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刷到眼睛酸痛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活明白了，其实他只是活麻木了。稻盛和夫那个公式里，热情那一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项。你光有正确的方向，没有热情，你乘出来的结果也就是0。可问题来了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热情这东西去哪里找？20岁的时候，我们浑身是劲，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。50岁的时候，你再去照照镜子，
你还想改变什么？你连自己的体重都改变不了。这时候你告诉我要有热情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可稻盛和夫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人的热情分两种，一种是从欲望里来的，一种是从爱里来的。大部分年轻人的热情都是从欲望里来的。我要出人头地，我要出这口气，我要证明给那个看不起我的人看。这种热情短时间能烧得很旺，可它烧的是你自己。你越努力越累，你得到了空虚，你得不到愤怒，你怎么都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热情的本质是匮乏，是恐惧，是索取。可利他之心带来的热情完全是另一种东西，它烧的是慈悲，是给予，是连接。这种热情不会虚脱，因为它每给出去一份，就会有新的力量回流。它像一个永动机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不就是讲无私奉献的鸡汤吗？你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让你浑身凉透的故事。乔布斯，全世界最著名的天才，苹果公司的创始人，他把手机、电脑这些冷冰冰的电子产品做成了席卷全球的信仰。他活着的时候是全世界的偶像，他开会的时候，底下的人大气都不敢喘。他出新品的时候，无数人通宵排队。你可以说他改变了一个时代，你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他用产品重新定义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。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世俗成就的巅峰了吧？可是你去看这个巅峰上的男人，他生命的另一面是怎样的？他出生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了，他一生都带着这个创伤，他很难跟人建立真正的连接。他曾经否认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明明女儿的 DNA 都验出来了，他还在法庭上死活不认。他忙，他极度完美主义，他苛刻到身边的人都受不了。他像一个浑身带刺的刺猬，他用才华和成就保护自己，可也因此伤透了身边的人。然后呢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他得了胰腺癌。这种时候你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没有去感谢谁，他没有去陪伴家人，他先是疯狂地寻找各种偏方，他努力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抓住了吗？没有。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终于停了下来。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真正停下来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他还有一个被他伤透了的女儿。他挣扎着，花费了巨大的力气去修复那段关系。他陪她吃饭，陪她散步，跟她说对不起。你仔细想一想那个画面，全世界最骄傲的人躺在病床上，向一个女孩道歉。那个女孩本来是他最该珍视的人，他终于放下了他的完美主义，放下了他的傲慢，放下了他所有用来防御的刺，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有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，他站在那个讲台上面，跟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说，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我还会去做我今天要做的事吗？他说，只要这个答案是不的日子太多，我就知道我该改变了。这句话被无数人当作励志的名言，可你仔细想一想，他讲的根本不是努力，而是热爱。他的意思其实是，人活着一定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。可是什么叫真正热爱的事？一个被恐惧驱动的人，做的所有事都是逃命。只有被爱驱动的人，做的才是热爱。乔布斯一直在奔跑，他跑到了全世界的最前面。可他不是被爱驱动的，他是被恐惧驱动的。他怕自己不够好，他怕被再一次抛弃。他拼了一辈子，拼出了一个帝国，可他的心里始终是空的。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，才56岁。钱啊，名啊，全世界的苹果用户啊，没有人能留得住他。他这一生，最贵的东西从来不需要付费。那些用钱买不来的东西，才是我们最后要交出的考卷。我讲这个故事，
不是要评判乔布斯，我是想让你看见一个东西，有太多人把人生过成了一场向外求的马拉松。他们以为，只要我跑得足够快，足够远，我就能安全。可乔布斯告诉我们，不是的，你跑得再快，只要你内心没有爱，你都是赤贫。稻盛和夫也讲过另一个跟乔布斯形成强烈对比的故事，那个瞬间是他修行的转折点。稻盛和夫晚年出家以后，有一天，他穿着僧衣，拖着钵，在寒冷的街头化缘。他走了很久，没有人理他，他冻得发抖。这时候，一个上了年纪的清洁工推着清洁车朝他走过来。那位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，放进了他的钵里。然后，那位老人对他笑了笑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稻盛和夫说，那一刻，他站在街头，忽然就流下了眼泪。他不是因为感动，他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他说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不是别人给我什么东西，而是我还能为别人做什么。他说，那个清洁工老人，他给了我一枚硬币，他才是那个富足的人，而我这个经营之神，那一刻才是真正的穷人。你听懂了吗？一个掌握了千亿财富的人，在街头被一枚硬币击穿了，他这一生都在给予，都在支配，都在创造。可他从来没有像那个清洁工老人一样，怀着一种我今天做了温暖的事的心安理得。他那天晚上回去，在日记里写，我今天才知道，人这一辈子最有力量的时候，是你心里装着别人的时候。这就是第二张底牌。我们老说，人过50要为自己而活，可这句话被太多人理解歪了。他们以为为自己而活就是把所有人都推开，只管自己舒服，自己想干嘛就干嘛。今天打麻将，明天去钓鱼，谁也别管我，这叫为自己而活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这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你前半辈子为父母、为儿女、为老板、为房贷而活，你绷得太紧了。所以我理解你想松绑的心情，可你松绑的方式不是关上心门，是换一个活法。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是你终于有余力，把那些爱从自己身上匀出去，给到那些真正值得的人身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老了以后，最幸福的不是那些天天数钱的人，是那些儿孙绕膝、朋友成群的人。你去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心里不装怨气，他们愿意为别人搭把手，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跟他们说话。你以为是因为他们会养生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们手里攥着那张利他之心的底牌。人心这个东西，你投资到哪里，回报就在哪里。我认识一个阿姨，退休前是单位里的一个小领导，手里管过不少人，也得罪过不少人。她退休以后，忽然之间电话也不响了，饭局也没有了，她觉得天塌了，她整夜睡不着，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给她开了药，没用。她后来说，有一天她在家实在闷得慌，就去社区做了志愿者，帮那些不懂手机的老人弄健康码，帮独居老人买菜，陪他们看病。忙起来以后，她忽然发现她不失眠了。她说，我以前总觉得人活着是要做个有用的人，做个让别人怕的人。现在我懂了，人活着是要做个被人需要的人。你再品品这句话，被人需要，而不是被人害怕。一个人50岁以后，如果还能被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需要，他还觉得自己老了吗？他不会的，他是被这个世界牵着的，他就永远活着。这就是利他之心，他治的是那种我已经没用了的绝症。我知道，说道理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所以我想给你一个特别具体的小练习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上一睁眼，你先别摸手机，你先在心里默默想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
今天我可以为什么人做一件小事？第二件事，昨天有哪些人对我的好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。第三件事，我今天能不能对某个让我不舒服的人稍微柔软一点点？你不用做到多惊天动地，你就从对家人好声好气开始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跟父母说话了？你每次回家是不是都在刷手机？他们跟你说话，你的敷衍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夸过你老婆了？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听你孩子说他喜欢的东西了？你总觉得我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我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可稻盛和夫偏要告诉你，赚再多钱，也只是把柴米油盐搬进了家。只有你心里装着他们，这个家才是活的。你做那些事，不是为了他们，是为了你那张底牌。你把爱给出去，你心上那块跟世界隔绝的墙才塌得下来，你心里的爱流动起来了，你那个热情的分数才烧得起来，你才会在50岁以后重新对生活有那种想好好干一场的冲动。写到这里，我想把这前后两半给你拼到一块。你要记住，这两张底牌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们是咬在一起的齿轮，缺一个，另一个就转不动。思维方式是你的方向盘，它决定了你往哪儿走，它决定你看待一切遭遇的角度。利他之心是你的发动机，它决定你有没有劲，它决定你和这个世界之间是流动的还是阻塞的。一个思维方式正面的人，他不会把苦难看成诅咒，他会把苦难看成磨刀石。他觉得自己每一次吃亏都是在磨那把刀，所以他心里没有怨气，他愿意向别人伸出手。可正是因为他的种种热心肠，反过来又会让他看见更多的好，得到更多的回馈，于是他的思维方式变得更加光明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一个人如果思维方式是负的，他看谁都是敌人，看什么事都是阴谋，他不敢付出，他怕吃亏，他越不付出，他越孤独，他越孤独，他越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，他也转不起来，成了一个死循环。人过50，你一定要检查自己，你是在正循环里，还是在死循环里？存款在这个循环里，其实只扮演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，因为存款是死的，你守不住它，它会贬值，会遇到骗子，会被子女拿走，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。可你的思维方式，你的那颗利他之心，谁也拿不走，它会陪你走到最后一口气。你还是要吃好喝好，你还是要努力攒钱，你该买的保险还是要买。我从来不劝你放弃物质生活，我只是想让你分清楚主次。稻盛和夫那个公式里，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，是热情，能力排在最末位。你细品这个排序，他把能力放在最后。你不是能力不够，你是思维方式和热情出了问题。你的存款是你能力的证明，可你的心是你活得好不好的证明。这两样东西，以前你以为是一回事，但它们从来不是一回事。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存款很少，却活得热气腾腾的人？他每天早上出门，见到谁都笑眯眯的。他爱做饭，爱养花，爱帮邻居修东西。他睡觉特别踏实，他从不失眠。你觉得他有钱吗？他可能没什么钱。可你觉得他过得不好吗？他比你过得好多了。他是真正的富人。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存款很多，却活得战战兢兢的人？他天天盯着行情看，他看谁都像要骗他钱的。他住着大别墅，心却像一个破旧的出租屋。你觉得他有钱吗？他确实有钱。可你羡慕他吗？你不羡慕。你知道他每天都在受苦，他受的那种苦叫有而觉不足。一个人不管有多少存款，只要他心里觉得不够，他就是穷的。一个人不管赚多少钱，只要他愿意时时感恩，觉得够了，他就是富的。你让我说什么叫财富自由？以前我也觉得是数字，现在我觉得
财富自由就是2个字，知足。稻盛和夫一辈子都在追2个字，一个叫利他，一个叫修行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，你的一生这么传奇，你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？他没有说京瓷，他没有说 KDDI， 他也没有说日航。他说，我最骄傲的是我每天都能认认真真地磨好自己的灵魂。他说，我这一生不过是一个灵魂的修炼场，我来的这一趟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把心性修得更好一点。你听一听，一个人见过巅峰的人，他没有拿着金钥匙，他拿的是一串念珠。他临走的时候，没有嘱托谁要看好他的家产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，希望后人能记住，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心性，磨练灵魂。这句话如果放在20岁，我可能听不懂，可我到了这个年纪，我越品越觉得这话里全是慈悲。人这一辈子，所有的资产，所有的头衔，所有的存款，你一样都带不走。你唯一能带走的是你修出来的那颗心。你的灵魂比来的时候干净了一点，你来这一趟就值了。你走的时候还是满腹怨气，满眼不甘。你这一生，哪怕攒下再多钱，你也是白活了。好了，最后我想跟屏幕前的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，我知道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你熬夜加过班，你求过人，你一肚子的委屈没地方说，你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，你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可我想劝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把那根绷了几十年的弦稍微松一松。50岁不是终点，50岁是下半场的起点。上半场我们都在做加法，加存款，加头衔，加房子。下半场你要开始做减法了，减掉攀比，减掉执念，减掉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面子。你松下来的那口气，就是你下半场的福气。你要记得，你手里那2张底牌，一张是光的思维方式，一张是热的利他之心。你别再死死盯着存款数字了，你要盯着自己的心。你今天比昨天更柔软一点，你这个牌局就赢了一半。我给你留一个特别小的作业，好不好？今天睡前，你能不能花2分钟，想一件今天值得感恩的小事，哪怕只是今天下班路上看到了一朵很好看的花也行。你想完了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写的第几天，你心里有什么变化。30天以后，你回来看看自己那条评论，你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我真的想看到你的变化，因为我知道，每一个愿意从今天开始变柔软的人，都曾经哭过很多次，都扛过很多事，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把这几天憋在心里的话讲给我听。这里没有认识你的人，但这里有人愿意听。我是人性解剖笔记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聊那些关于人心，关于成长，关于怎么好好活下去的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